蛇怕黄鳝是真的吗？它是如何拿捏蛇的？蛇致命的毒液以及渗人的花纹，隔着屏幕就会让人们感到惧怕。然而如此厉害的蛇竟然会害怕一无是处的黄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别看黄鳝经常被人类抓起来做菜煲汤，但在自然界里，它可是当之无愧的掠食者，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，经常捕杀小鱼小虾、乌龟、青蛙等动物。以前农民们捉到的野生黄鳝，肚子里还能发现消化不完全的蛇类骨头，这也是人们认为黄鳝克蛇的原因之一。并且黄鳝身上布满滑溜溜的粘液，即便是拥有灵巧双手的人类，不用工具都很难抓住它。对于没手没脚、猎杀全靠身体缠绕的蛇来说，黄鳝光滑的身体很难被缠住，更别说绞杀了。一个不小心，反而容易被黄鳝的尖牙咬伤感染。再一个，黄鳝生活在水中的泥土里，生性非常谨慎，只要遇到一点威胁就会快速钻进洞。而蛇类虽然同样喜欢生活在潮湿阴暗的地洞，但它们到底是陆生动物，游泳技能远不如鳝鱼。一些凶狠的陆生蛇类到了水里以后，完全不是黄鳝的对手，即便偶尔能咬到黄鳝，也容易被力气巨大的黄鳝带着钻回无氧的鳝洞里憋死。另外，黄鳝的身体非常特殊，一般的动物死了基本都会保持原状，但黄鳝死后很快就会僵直，变成一根坚硬的铁丝。而蛇又没有撕咬能力，直接吞的话很容易被长条状的黄鳝给撑直了，无法行动，或者直接被撑死，所以才有了蛇怕黄鳝的说法。蛇难道完全被黄鳝克制了吗？它们当真是蛇的天敌？要知道，天敌关系是指一方基本以另一方为主食，并且战斗力绝对碾压的关系。例如蛇就吃蛇，狼吃羊等。而蛇跟黄鳝的关系却不是如此。一来，黄鳝并不是专门吃蛇的动物，它们的主食是各种鱼虾、蛙类等水生动物；二来，大多数蛇都生活在陆地上，而黄鳝基本生活在水里。一般情况下，它们很少碰面，更别说发生冲突了。再说，蛇的种类可是很多的，无毒蛇、蟒蛇等等，它们的体型、毒性、绞杀能力也各不相同，战斗力差别非常大。而黄鳝的亚种差异却没那么明显，即使是目前最大的缅甸鳝，也不过10几公斤重而已，力气再大也比不上缅甸蟒。遇到眼镜王蛇这样的毒王，黄鳝同样不是对手。不说这样的极端物种，连我国最胆小的银环蛇都能捕杀黄鳝，所以说它是蛇类的天敌，完全是夸张了。黄鳝光洁溜溜的身体，的确可以对一些体型不大的无毒蛇类造成威胁，毕竟它们绞杀能力一般，又没有其他猎杀手段。但是遇到毒蛇的话，只要被咬中一口注入毒液，黄鳝基本必死无疑。面对体型大一些的菜花蛇等无毒蛇类以及蟒蛇、森蚺等，黄鳝就是被碾压的粉。再说，虽然部分陆生蛇类在水里打不过黄鳝，但一些体型不小的水游蛇是经常捕杀黄鳝的。而当黄鳝离开水里出现在地上时，也很容易被陆上的蛇类杀掉。因此，黄鳝算不上蛇的天敌，更无法克制所有的蛇，只是对一小部分蛇有克制作用而已。蛇吃黄鳝必死无疑，究竟是不是真的？黄鳝是如何拿捏到蛇的呢？首先说黄鳝尸体僵直，能把蛇撑直、撑死的，这是以讹传讹的说法。蛇虽然身体很长，但它身上并不全是胃，吞进去的猎物不会充满整个蛇身，而是回蜷缩在蛇的胃里，直到被消化成养分才会往下走。所以说，黄鳝的尸体不可能把蛇撑到无法爬行的地步，只是会行动迟缓而已。这一点不只是因为黄鳝，蛇吞了任何东西后都会有一段时间行动缓慢。其次，还有人说黄鳝身体里有一根坚硬的横骨，蛇消化不了就会被卡死，这也同样是无稽之谈。因为蛇没有尖牙利爪，即便是蟒蛇的牙齿也没有撕咬能力，吃东西只能整个吞，所以它们进化出了强大的消化能力，连山羊的蹄子和脚都能消化掉，别说黄鳝体内的骨头了。至于以前农村流传的说黄鳝可以钻洞、能咬破蛇肚子的说法，也只是人们认知不高而产生的误解。黄鳝的确可以在无氧环境里生存，但蛇却不会给它活着进入自己肚子里的机会。跟喜欢冲活物吸溜的黄鳝不同，蛇类在吞吃之前会反复确保猎物彻底死亡，所以自然界里可能存在一些蛇因为猎杀技巧不到家而被黄鳝反杀的，却绝不可能出现有黄鳝活着到蛇肚子里钻洞的。因此，蛇怕黄鳝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，只有极少部分小型无毒蛇才会怕黄鳝。在大多数毒蛇和蟒蛇眼里，黄鳝就是一根可移动的美味辣条。